你会被 AI 取代吗？或者更加细致一点，假设会被取代，取代的是你的能力、你的工作，还是你这个人作为主体的位置？我们可以把这三层取代分为功能取代、社会角色取代和主体取代。不可否认的是，功能取代已经发生。一个 AI 大模型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写出一份方案，可以生成图片、总结资料等等，甚至可以精确地模仿某种语气和风格。而社会角色的取代也不断加剧，很多职业里原本需要初级劳动完成的部分正在被 AI 吞噬。如果一个人依靠重复性表达、低门槛产出谋生，他面临的压力会越来越大。而主体的取代是什么呢？人类相比 AI 还有另外一层涉及意识、经验、痛苦和责任等等的一个人在世界中活着所承受的东西。AI 可以表现得越来越像一个说话的人，但它真的有一个内部的经验世界吗？前段时间谷歌在 AI 圈子里很火的那篇论文，其核心就是指出模拟意识和实现意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。大语言模型 AI 可以生成关于痛苦的语言，可以描述恐惧，也可以表达孤独，甚至在人机链中也可以提供情绪价值。但是这并不等同于系统内部真的出现了痛苦、恐惧、孤独或者理解。文章中批判了当前支配 AI 意识讨论的功能主义。功能主义假设的因果链条是，有了物理系统，有了计算过程，意识就可能出现。通俗点来说，就是只要机器的内部结构和信息处理方式足够像人，它就能够拥有体验。这篇文章指出，这是个本体论的倒置，应该是先有真实的物理过程，在特定的生命和热力学组织中出现体验，人从体验里提取概念，再把符号、数学和规则安排成计算系统。比如，人先有看到红色的经验，才形成红色这个概念，然后再用像素值等方法来表示红色。AI 处理的是这些表示关系，它可以识别红色、生成红色、谈论红色，但不因此证明它真的看见了红色。聪明的你可能已经发现，这个文章所讨论的内容正是心灵哲学中的那个思想实验——哲学僵尸。这个概念设想一种在物理层面与人类完全等同的个体，包括分子组成、行为反应、神经活动等，并且也能对外界刺激做出与真人无异的反应，但它缺少一切主观意识体验。例如，它被针刺时会喊疼、会缩手，但内心并不真正感到疼痛。哲学家查尔默斯进一步推进了这个概念，他区分了两类问题：一是功能问题，也就是神经科学热衷于研究的问题，即某某行为时大脑神经元是如何工作的；另一类问题是真正困难的问题：为什么这些信息处理过程会有主观的第一人称的体验？这正是很多 AI 讨论里被跳过的部分。AI 的进步证明机器可以完成很多属于人的功能，但是这些进步仍然停留在功能层面，它们没有直接解决经验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。但是事实上， AI 是否具有意识，其实在当下并不重要。AI 的危险未必来自它会变成一个新人类，更大的危险是来自它作为一种强大的非主体力量，让人以机器的尺度去衡量自己。真正的问题不是 AI 的强大让我们失业，而是人只将自己视为效率、产出和可复制技能这样与 AI 没有差别的存在。你怎么看待这个话题？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我们下期再见。